天暖和了，要开化了，感觉现在东北家庭都在干一个事儿，就是想着把阳台上冻货吃了。这些箱子这礼拜必须全干掉，要我妈又该琢磨买冰柜了。我爸头两天挖了个1米多的雪窖，但他整这玩意儿太严谨了，他怕有耗子，就在上面浇了2层冰，这开采难度太大了，赶他妈挖矿了。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，要是天一直冷，他这玩意儿不比保险柜差。焦带鱼一冬天都没人愿意收拾它，开春了实在躲过去了，让我脖肚分离了，鱼头剁椒蒸了，脖子以下铁锅炖了。这排骨因为花纹好看，我妈一直没舍得吃，结果冻风干了，再不吃就得喂狗了。还做了寿喜烧和固蛇块，正好借着他俩把冰箱里剩青菜打发了。完今天给去年种的瓜子炒了，我再炒就觉得腿肚灌风，我寻思怎么熏成这样了，完一看裤子烧漏了，这事整的他妈锅没10几回，裤子烧坏俩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固鹅、煎皮、汁虾、排笋、叉肉、德鱼、剁头、烤鱼、瘦烧，看没看着？这个最有心眼，在那盘上坐哪最合适呢？那叫一个肥沃的土地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啊！完今天买了一箱橘子，砂糖橘应该是明年见了，现在开始炫爬干了，然后把灌那些干肠都塑封了。我本来寻思剩挺多呢，我建议拆箱看没剩多少啊，赶紧先抓了一袋，把之前中奖那个姐们的给寄走了。10天之前还是这么一大盆呢，现在就剩下这么一点了。但我估计这10来斤也够吃到夏天的了。那人不就这样吗？多的时候使劲吃，越剩少了开始越不舍得吃了，放到最后全他妈坏了。哎呀，饿呀，不知道吃啥呀，我都刷了3个小时了，就想出俩菜，跟他妈屁崩的似的。但是这个屁崩的我那是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，如梦方醒，那个如痴如醉呀。这水平咋样？小学毕业证凭没人考的，寻啥回事呢？这一下可是给我崩悟了，我不知道吃啥下饭，我直接吃烩饭就得了呗。但烩饭这玩意儿吧，有点意思，在我家这不就是剩菜泡饭吗？哎，那不他妈哲罗吗？哎呀妈呀，哲罗摇身一变成网红了，有首老歌唱得好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是他妈世界变化快呀。这俩就是我扑出来的那俩菜，一个是一咬过爆汁的煎豆腐，一个是用25个蛋黄炒出来的小鸡翅。哎，这俩都好吃，但你外卖可能买不着啊。我再普及2个生活小常识啊，第一是茄子香不一定油大，但肉多茄子必香。第二是炸完东西的油可以趁热喝了，因为原汤化原食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焦虾、番肥烩、黄翅、香麸、墨茄。妈呀，坐着我才发现菜咋都一个色儿呢。哎，你看这老小子拿手机要照照片，完发朋友圈了，说哎呀我好累呀，我又做了这么多菜呀。他们现在一撅屁股都知道拉几个粪蛋。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就送点水果，完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调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别耽误了，炖烂乎点就行。最近莲藕不错，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，这个真特别好吃，你们要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子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，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，没牙也能吃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，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，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给奶多囤点口粮，炒了一个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着奶吃，还炒了一盘肉松。就这点肉松，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，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奶呀，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。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，换回来这个豉汁凤爪的配方。完了，看我那大米挺值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在京东超市给我买了1箱生食鸡蛋和1箱干拌饭。这生食鸡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产过程有非常严格的标准。咱说买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东超市啊。第一至11块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东超市超省事儿。我弟说这干拌饭给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钱老丈人还挺懂我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汤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虾稀、藕丸、松、骨糕、疙汤，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树，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，还有冰糖早餐车、冰糖大铁门、冰糖小路灯、冰糖电线。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，说还没太到时候，稍微有点淡。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，抓紧吧！就这么说吧，雪已经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准备好了。
我问一下子，是不是大伙都这样啊？做饭不知道做啥，出门不知道吃啥，外卖不知道选啥。看了一圈美食视频之后，最后泡了个方便面。更可气的是，我以为俩人能商量商量呢，但是我上一秒看我弟那个手机横着还在那嘎嘎笑呢，下一秒眯眯个眼睛说困了，告诉我嘿嘿随便整啥吃啥，随便。我他妈，哎，你说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栽在沙发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对象？来吧，我这个炖豆角有点东西，因为你得在五花肉里挑豆角吃。我又在冰箱里翻出来2斤鱿鱼须，感觉得买7、8年了，给它扒拉出来得了。还有这个解决随便的最好办法，你把你家楼道你那个墙皮抠下来拌里头好吃的新疆大盘鸡，最后把昨天剩的俩菜热热，烩成一锅面条，管咋的，这是顿正经饭呢。来看看今天的随便啊，椒盐鱿鱼须、炸鱿鱼圈、大盘鸡、五花肉炖豆角、红烧肉面条、原汤牛肉面条。我做到这儿，我这个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哥，为啥没整个锅包肉啊？你看没看着他这个死出像不像你那个对象？净干的没屁搁了嗓，还死来奶事儿。哎呦啊！这锅盖一掀开，我建议你先擦擦哈喇子订外卖。我爸我妈喊我回家吃饭，说家里正好有7、8斤排骨，我就纳闷谁家能正好有7、8斤排骨？那是局部地区下排骨啊，还是那猪呼呼往家门口撞啊？就想让我回家做饭呗，妈这2口玩可真溜。从保险柜里盛出来点秘制小酱料，我这么炒完炖点黄金钩，不好吃脑瓜给你。黄金钩明明是东北菜，但很多东北人都不认识，像极了回家做饭的我。我今天也饿了，所以炒的都是下饭的菜，尤其是这个尖椒酿肉和蒜香鸡翅，太进滋味了。我弟嘴急，直接上手抓的。那半夜饿了，缩了有知道还吃碗大米饭呢。就这个豆腐，你就给它煎的干干巴巴的，麻麻赖赖的。你别看它一点都不圆润，自然就有别人爸爸来盘它来了。我弟说想嗦了鸡爪子，家里正好有王小卤虎皮鸡爪，撕开直吃。你瞅这鸡爪子干大，指甲盖也没有，应该是做美甲了。这玩意儿一嗦了就下来，没牙都不耽误吃。我弟说扔锅里焖2个，给我奶拿回去。我说还是先盛碗排骨吧，这排骨我奶要吃不着，以后指定是没我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铁骨豆、红豆、爆豆饭。鲜肉、腊肠、蒜翅、酸辣豆、烤锅、溜尖、王卤爪，这一顿东北家常便饭看着还行哈。我跟你说，这铁锅炖呐，这一碗汤泡饭永远是东北人的执念。今天吃饭人多，我准备得比较充分，咱们看看什么是正儿八经的铁锅焖面。锅盖粥跟你说谁看谁不迷糊吧？这桌上有人不吃蒜，要不呛着生蒜，我真上天了我。他使那铲子给我看的直着急，我说给我也来一碗。但是我说哥们儿没事你去看看手去吧，你他妈是不是在学校食堂上过班啊？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，有小院，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！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？完今天烤点羊肉串，烤点大腰子。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完趁他们烤串呢，我要出门给前女友买点东西。最近3月8德国女孩节，老多大牌美妆都打折了。阿玛尼口红比专柜便宜1半 ，SK2 的套装5件套才400多，还有香水、防晒、眼霜啥的都贼合适。从评论区链接点进去，还有专属的优惠活动呢。你们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赶紧趁现在补货。完我买完了，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，这人活着呀，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主力锅疙瘩汤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，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。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、81一圈。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。我寻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